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信慧，非常高兴又接到 Xtool 的合作了。这次要来测试的是新产品，是超小型的雷射雕刻机 Xtool F1。这台雷射雕刻机是使用正镜的原理，可以做到超快速的雕刻，最快1秒钟可以雕刻4公尺的距离。而且内建红光加蓝光2种不同波长的光源，其中蓝光二极体雷射的出光功率高达10瓦，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来雕刻，甚至可以轻松切割木板或者是黑色亚克力。而1064奈米的红光雷射更是专门雕刻金属与塑胶用的。单单这个雷射光源，之前在 D1 Pro 的机器上就要花1万多块来加购。没想到这么猛的红光雷射，居然直接内建在机器里面，还可以用软体随时切换。蓝光加红光2种光源，几乎可以雕刻常见的各种材料。当然，以上是厂商在募资页面所提供的资讯，看似很完美，但实际操作上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用，就很难说了。所以我在这部影片中，我会拿 Xtool F1 来做各种的测试。首先，我想来测试它的雕刻速度，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正镜式的雷射雕刻机。我先来雕刻个文字上去，将速度直接拉到4000，上传档案，放上木板，将焦距调整到2个点重叠的位置，然后按下侧边的按钮，机器就开始雕刻了，然后就雕刻完了。不到1秒钟的时间就雕刻完毕，这个速度真的快得惊人，但木板就像全新的一样。想想也是，这么快的速度根本来不及把木板给雕刻上去，所以我把速度重新设定为100。果然，雕刻木板的效果非常的棒。既然4000的速度没办法雕刻木头材质，那么有什么材质可以用这么快的速度来雕刻呢？厂商建议是涂层金属、卡纸、塑胶、铝箔包装这几种材质，不到1秒钟就可以瞬间完成。为了测试它的雕刻速度，我使用 Grasshopper 来画出一大堆复杂的图案。我先画出一个多边形，再复制一堆，然后每个多边形稍微转动一下角度，就可以画出像这样复杂的线条图案了。将图档汇入到软体里面，速度设定为4000。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非常疗愈的雕刻效果。而且这1000多条的线，也只要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雕刻完毕。在雕刻之前，跑边框的效果也是我用过最方便且准确的，比照相机对位的方式还要准确，也比喷头移动的方式来得方便，轻松就可以雕刻到准确的位置。像这种铝合金电镀的材质，4000的速度也可以轻松的雕刻。还有这个电镀的瓶盖，设定成4000，虽然雕刻会比较浅，但是反而会依据线条的密度产生不同的深浅效果，非常的好看。但对于木头或是其他材质，这个超快的移动速度，难道就无用武之地了吗？其实并不是，因为我们还要留意在雕刻过程中喷头空跑的状况。依照之前的机器来说，雕刻的总时数是发出雷射光雕刻的时间加上喷头移动的时间，而这台 F1 会以4000的速度瞬间移动到需要雕刻的地方，所以就算是用100的速度来雕刻木头，像这样的档案也只需要不到1半的加工时间就能够处理完毕。对于小量加工来说，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成本。再来是红光加蓝光的组合到底好不好用？在我连续好几天的测试之后，我只能说超级好用。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要在物体表面雕刻，
这个材料就必须要能够吸收雷射光的能量，而蓝光与红光基本上已经能将常见的各种材料给吸收。其实之前可以替换雷射头的 D1 Pro 已经能够达到这个效果，不过实际操作的时候，最常遇到的问题是，你不确定这个材质到底要用红光还是蓝光去做雕刻。而 F1 可以瞬间切换红光或者是蓝光，你可以都雕刻看看，来测试哪种雷射光的雕刻效果比较好。像我实际测试2种雷射光来雕刻不锈钢，你会发现都能够雕刻，只是雕刻的样子不太一样。而红铜跟黄铜则都需要使用红光雷射才有办法去做雕刻。其实你会发现，不同的雷射功率也会有不同的雕刻效果。我拿之前测试 D1 Pro 时所使用的图档来测试看看，使用各种功率数值来测试看看有没有办法雕刻出颜色的深浅。测试之后，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。无论是红铜还是黄铜的颜色，它的效果都非常的好。不过不锈钢的效果相较之前的 D1 Pro 就比较差强人意了，这是因为之前的 D1 Pro 的蓝光雷射有高达20瓦，而这次的 F1 只有10瓦，造成颜色的变化没有办法这么多样。另外，我来测试看看旋转模组。这个旋转的模组零件非常的多，各种夹头可以轻松的夹取各种的物体。F1 机器本身抬升的范围大概有10公分左右，就算是体积比较大的马克杯，也能够搭配旋转轴来做雕刻。不过夹取的时候要留意握把的部分不要撞到咯。我使用蓝光来做雕刻，没想到在陶瓷上雕刻的效果也非常的完美。透明的玻璃如果要雕刻，就需要使用奇异笔来涂黑，才能够雕刻上去。雕刻完毕还需要使用酒精来去做擦除，操作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雕刻的效果其实还不错哦。不锈钢材质当然是没有问题啦，记得要将旋转轴的方式设定好，雕刻的图案才会正确显示哦。看看雕刻的效果也是非常优秀的。当然，要雕刻小的东西也难不倒旋转轴，像是戒指的外围可以做整圈图案的雕刻，而内圈要刻字也难不倒它。接着，我想测试看看能不能将食物来做雕刻。先拿白吐司测试看看，你可以直接拿小盘子放在机器上，就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。我这边一样使用蓝光来雕刻，想制作自己的记忆吐司也没有问题。不过我雕刻的比较深，所以吃起来其实有一些焦苦的味道。再来是小片的夹心酥，雷射定位真的非常的方便，这种小的物件雕刻起来也是轻轻松松，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。再来是饼干，雕刻的效果也非常的棒，雕上去的颜色也非常的明显。基本上能被烤焦的食物应该都有办法来去做雕刻。接下来我想测试看看麻布的材质是否可以雕刻上去。如果想雕刻大块布料也没有问题哦，由于底座是可以拆卸的，所以你可以将雕刻的物体放在底部，就可以轻松的将图案放到准确的位置。左边框对焦的效果可以让定位更轻松。可以看到雕刻的效果还是非常的美。没想到在粗糙的表面上，图案上的细节也非常的清楚。
另外，黑色的塑胶也可以轻松的雕刻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黑色的塑胶只要用红光雷射就会产生白白的线条，雕刻的效果真的是超级的好，速度还可以设定比较快，就算要大量加工也没有问题哦。黑色的亚克力只要设定正确，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哦。而且更赞的是，这台机器同时内建红光跟蓝光。像黑色亚克力这种材料，你可以先把图案用红光雷射雕刻上去，再用蓝光把亚克力切割下来，一次搞定。说到切割能力，这个蓝光雷射高达10瓦的输出功率，跟之前的 N1 是相同等级的，也就是可以直接切割3mm的木板或者是黑色亚克力。不过虽然可以切，但是因为没有吹气喷嘴的关系，切割边缘会有焦黑的问题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使用之后才发现的，你可以看到雷射光是从正中间往旁边照射，也就是说切割的边缘其实是斜的。所以如果你要制作卡榫组装的小玩具，我就不建议使用这台 F1 来做加工。但是如果是简单的卡榫，只要将卡榫放到正中间，就不会产生这么歪斜的线条。所以我认为 F1 的切割功能比较像是辅助性质的。如果你真的要切割卡榫，建议还是使用之前 Xtool 所出的 D1 或者是 N1 的雷射切割机。另外，我之前在国外的 YouTube 频道曾经看过有人用红光雷射来切割超薄的金属，所以我也想来尝试切割铝箔纸看看。将红光雷射的速度调整到1，果真能顺利切断。虽然切割的速度比较慢，但是真的能够把铝箔纸给切断。你还可以制作像这种有趣的静电小实验。既然铝可以，我想铜应该有机会吧，所以我就找来 0.025mm 的铜片，这个厚度比铝箔纸稍微厚一点。果然一次是没有办法直接切断的，反复尝试之后，发现需要以1的速度反复切割5次才会断。既然能够把铜切断，就表示可以拿来制作电路板咯，所以我就使用 Illustrator 来画出一个小灯具，将铝箔使用喷胶贴在黑色的亚克力上，用红光雷射慢慢的切割。切割完毕之后，接着将外框的铜箔给去除，再来直接使用蓝光雷射把黑色的亚克力给切断，然后小心的将不要的铜给移除。这个撕开的过程真的非常疗愈。再来就是把 LED 灯给焊接上去啦，底部装上电池，这个漂亮的 LED 灯就完成咯。但我也要很坦白的说，拿这个功能制作电路板其实很不切实际。这个小作品的切割时间就要花上2个多小时，加上喷胶没有办法把铜牢牢的粘住，焊接也很困难。我其实是失败了好几个，最后才成功的。说到电路板，如果想在电路板上做雕刻，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甚至你还可以使用红光雷射来把电路板上的漆都打掉。虽然这个速度很慢，但是最后去除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。另外，我还看过有人用红光雷射来去做除锈清洁，所以我将生锈的东西拿来用红光雷射整片的去做雕刻，没想到效果居然意外的好。虽然2瓦的功率比起专业的除锈雷射需要多花好几倍的时间才能够去除，但这个效果真的不错。不过无论是除锈还是把漆去除，所产生的烟尘都非常的可怕，
你绝对不会想要把它们吸到你的肺部。这点就要说到 X-Tour F1 优秀的封闭式设计。这个外罩只要拉下来，基本上就是全封闭的，唯一的进风口就是机器的顶端，让外部的空气能够冷却机器，到达内部，将所有的废气带到后面的风扇。这样子就可以将废气完全收集起来。就算是雕刻味道比较重的塑胶，在雕刻过程中也不会有异味散出。同时，绿色的遮罩也可以保护蓝光对眼睛的伤害。这种封闭式的设计是同类型产品所没有的。如果你在加购这一台超好看的小型净化机，各种烟尘异味都可以轻松的处理掉。净化机与主机联动的设计，加上3段式的风力调节，无论是在家中或是办公室，都可以非常优雅的使用。而且，如果你将这台 F1 带去店面或是市集摆摊，雕刻所产生的烟尘气味也不会影响到客人或是隔壁的摊位。为了测试这台机器的机动性，我带到朋友的便当店来测试。小巧的机身真的非常方便携带，搭配迷你版的空气净化机与优秀的机壳设计，就算放在店里，也不用怕雕刻所产生的气味飘散出来。你可以轻松使用这台 F1 来做些小立牌或者是标语。如果要雕刻比较大的竹制托盘，也不是问题哦。把底部移除，将机器放在上面，这样就可以轻松雕刻了。较大的卫生纸盒也可以直接将机器放在上面，你可以看到雕刻竹制品的效果非常完美。如果你想雕刻桌面，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，轻松的将图案雕刻上去。黑色的塑胶餐具也可以使用红光雷射来雕刻，让这个餐具变得非常有质感。重点是这些东西你只需要携带一台 F1 雕刻机与净化机，加上电脑或者是平板，你就可以轻松的移动。我认为对于摆摊或者是开店需求的朋友来说， F1 应该是最佳的选择。这边也感谢鱼鱼厨房协助拍摄。想要吃到好食材制作的健康料理，可以追踪他们的 Facebook。另外，我也很好奇这台 F1 到底能不能取代专业的光纤打标机，所以我实际去拜访专业雷射雕刻的厂商，并且测试一下。F1 跟专业的机器最大的差异就是工业用的光纤打标机，雷射功率是20瓦以上。而 F1 的红光雷射却只有2瓦的输出功率，这对于大量打标需求的厂商来说，使用 F1 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做加工。除了加工时间较长，还有打标的面积小了一点，但很意外的 ，F1 与专业打标机都可以做到非常好的效果。相较10多万的光纤打标机，F1 除了价格超便宜，还有红光加蓝光的组合，让雕刻的材质能更具多样性。轻巧容易移动的特性，能够完美收集废气的外壳，对初学者友善的操作界面，同时它也支援专业的 Lightburn 软体，无论你是新手或是专业玩家，都可以轻松的操作。如果你有小物件雕刻的需求，这台 F1 我相信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最后我补充一下 X-Tour 除了这3台机器的差异， N1 主打轻切割的需求，制作木头小玩具不是问题，而且还多了雕刻纸张的刀头，是喜欢手作的入门好选择。D1 Pro 搭配吹气的喷嘴，能够有最佳的切割效果，
也有最大的切割面积，加上选配的红光雷射，也能够做金属的雕刻使用，是适合切割与应用性最广泛的机器。而这次的 F1 同时拥有红蓝光雷射，加上超快的雕刻速度，适合各种小物件的雕刻。轻巧的机身很适合摆摊或是店家来使用。其实并没有最完美的雷射雕刻机，但是你可以找到最适合你工作需求的雷射雕刻机。如果你对这台 Xtool F1 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到募资页面来查看更多的资讯。而且只要赞助豪华大礼组的朋友，就会得到一个扩充套件。这个套件可以大幅增加工作的面积，我相信对于少量生产帮助会非常的大。最后，非常感谢大家看完这部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拜拜。